母猪难产需要先调整胎位，顺时针按压腹部，不能生拉硬拽。老子接生过的猪比你吃过的白菜都多，还顺时针，我给你逆时针拧个麻花，你信不信？喂，这猪脾气怎么比教授还大？哎，你们懂不懂无菌操作啊？这满地都是泥，大闺女，泥里生，泥里长，咱村的猪没你们城里人那么娇贵，一边待着去。1、2、3，使劲！生了，是个带棒的。哎呦，这小猪崽子真壮实。村长，还是您老手稳。行了，猪母子平安，没你们大学生什么事儿了。你俩这弄得跟泥猴子似的，赶紧的，你妈喊你们回家吃饭呢，赶紧回吧，别在这儿碍眼了，风大再给你们吹感冒了，我们可赔不起医药费。就是大学生，赶紧回家拿香皂洗洗吧，咱这猪圈味儿重，别熏坏了你们的文化人脑子。这就是你说的衣锦还乡。你看这像话吗？咱俩现在这造型，估计都能多要2个馒头。笑吧，随他们笑。真理往往掌握在少数人手里。行了，别拽词了，赶紧回家换衣服。我妈估计把饭都热3回了。不能回家。你脑子真被猪踢了？不回家，你今晚睡桥洞啊？现在回家就等于认输了。他们觉得我们是回来混饭吃的废柴，我们要是现在灰溜溜的回去告状吃饭，明天全村的狗看见我们都得叫2声。那你说去哪儿？我们要是现在灰溜溜的回去告状吃饭，明天全村的狗看见我们都得叫2声。那你说去哪儿？去小学，去我们的阵地。那地方听说3年没进过活人了，除了耗子就是黄鼠狼。咱们去那儿干嘛？给黄鼠狼讲高等数学吗？上任，我们是回来建设家乡的，第一步从教育抓起。只要我们把学校立起来，全村人就得对我们刮目相看。走。梁耀祖，我真是倒了8辈子血霉才跟你分到一个村儿。这破地方要是连个落脚的凳子都没有，我今晚就把你劈了当柴烧。招弟，准备好迎接我们的新天地了吗？推门，少废话。这门是声控的，很智能。是很智能，防盗系统做的天衣无缝。因为小偷来了都得留下2把大米，全当扶贫。这就是我们施展拳脚的舞台。招弟，先把这间屋子收拾出来，今晚我们就在这儿扎营。行啊，大学生，既然回不了头了，那就干吧。今天就算是块石头，老娘也要在这石头上榨出2两油来。梁耀祖，我这肺现在拿出来，估计都能直接当蜂窝煤烧了。这哪是打扫卫生，这简直是古墓发掘现场。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，必先苦其心志，劳其筋骨，吃其灰尘。咱们这叫扫除旧思想，迎接新曙光。我这肚皮倒是快熬出极光了，饿得前胸贴后背，肚脐眼都快和脊梁骨拜把子了。克服一下，咱们先搞定今晚的床。招娣，退后，是时候展现真正的技术了。你想干嘛？你这眼神看着像黄鼠狼看鸡。这张桌子将成为我们在这个村子立足的第一块基石。桌面长 1.2 米，宽 0.6 米，材质为松木，缺损的受力点在右前方。考虑到我们今晚要把它拼起来当床，
承受的重力为我和你的体重总和，大约120公斤。把老娘的体重往少了算点儿，不然我把你摁在黑板上摩擦。我课本上学过加固方法，要使这张桌子达到静力平衡，不仅要补齐这根腿，还得计算它的重心偏移量和牵引力，已知重力加速度 G 等于9.8。辽耀祖，你是在造航天飞机吗？我让你修个破桌子，你这阵仗，爱因斯坦看了都得连夜从棺材里爬起来，给你盖被子。哼！算出来了，补偿木冠的长度必须精确到35.2厘米，且接触面的切角必须呈45度角，这样才能将压杖均匀分散到地面。看，科学的魅力。哟，还真立住了。哼，看着是挺唬人的。那必须的，我这就叫鲁班在世，孔明附体。这不科学。我的受力分析图绝对没有错，难道是重力加速度在这个村子里发生了变异？重力加没加速度我不知道，但我看你脑子里的水是加速蒸发了。我知道了，是木材的密度数据有误差。松木放了3年，内部结构已经中空，抗压强度指数直线下降，这属于材料学范畴的盲区。辽耀祖，你知道你这叫什么吗？较严谨的科学探索精神遭遇了现实的物质阻力。错，闪开！起！修好了。修好了。可是你没有计算重心，这块砖头的摩擦系数根本不足以支撑侧向的剪切力。辽耀祖，记住了，在这个四面漏风的破屋子里，别整你那套温积分，就得靠泥瓦匠这块砖。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。这块砖确实比切角45度的木泵更有安全感。少废话，照着那半块砖，赶紧把剩下几张桌子都垫平了，拼2张大床出来，今晚将就睡。虽然没饭吃，但我突然觉得这桌子比宿舍的席梦思还踏实。踏实个屁！我现在饿得能生吞一头牛。你闻到了吗？风里有股土腥味儿。刚才在村口，天还亮得刺眼，现在怎么黑得像锅底了？不是吧？要下暴雨，这屋顶可是个大漏斗啊！那可是我花了大半个月生活费买的火种。我的书，倒霉用的！你以为你是抗洪沙袋啊？你脑子里进的水加上这漏下来的水都能养鱼了。再这么下，这教室今晚就得变成游泳池。咱俩明天只能报名参加村里的冬泳比赛了。天塌下来当被盖，漏雨了就拿布堵。去隔壁杂物间找找，有没有油渣布或者大塑料布，快！找到了！这布看着年纪比我都大，但好歹没破。走，上房顶。我说，我先上，你在下面把雨布递给我。这梯子不稳，你千万把我扶牢了，咱们慢点。
好险，差点摔下去。你这力量杠杠的，你千万别松手啊！要不是我从小干农活，力气比一般的女孩大，你今天可真悬了。给你雨布，接着。扔砖头，高地，扔砖头上来，压不住了。我宣布，从今天起，你就是我的救命恩人。以后我的饭碗里有2块肉，绝对分你1块。少贫嘴！我要不是怕你砸下来把我压成肉饼，教主招进！师长，怎么了？教主招进！师长，怎么了？后山泥石流滑坡了，半个山包都塌下来了。对了，你们以后可不能这么冒险爬屋顶，太悬了。水冲到村里了吗？水倒灌进村尾了，李奶奶和她那2个留守在家的孙子还被堵在土坯房里没出来。村里年轻壮丽都出去打工了，剩下的几个老弱病残根本推不开那门。我已经打了镇上的应急队和卫生院的电话，他们正往这边赶。看你俩平时像张飞穿针，大眼瞪小眼儿，关键时刻是真敢上啊！你们可得当心啊！时间紧迫，人必须救，咱们抓紧绕到屋后高地。推不开呀！这横梁卡死了！李嫂子，大毛二毛，村长让开，我把他撞开。你以为你是啄木鸟头滩铁头功啊？这土坯墙被水泡得比大饼还软，承重结构全乱了。你再撞2下，这房子直接就成坟头了。那怎么办？不行，不能用液压扩张器。这是老式的榫卯土坯结构，侧边受力一旦被破坏，屋顶会瞬间发生整体性垮塌。队长同志，看横梁右侧的副栾子。根据杠杆门套和承重原理，现在的重力全压在左边的门轴上，右边的墙体虽然裂了，但底座是青砖。您如果从正中间破拆，两边受力失衡，必塌无疑。但如果您把撬棍的支点放在右侧那块青砖底座上，斜向45度，顶住负量组，就能把正梁的重量分摊掉一半。好眼力，这叫转移受力点。1号位、2号位，拿撬棍和电木去右边青砖找支点。阿基米德借地球，咱们今天借青砖。1、2、3，压！通道开了，进人！给我来接。撤！全都撤出院子！两位小同志，今天这事儿干得漂亮，不仅没有盲目下水添乱，还在外围给咱们提供了最关键的结构支持。要是没有你刚才指出的那个受力点，我们强行破拆，今天这后果不堪设想。队长您客气了，我们就是动动嘴皮子算算受力面积，
真正冒着生命危险把人扛出来的，还是您和队员们。专业的事儿就得交给专业的人。孩子们，今天我老头子算是彻底服了。这书本上的东西，关键时刻那是真能救命的灯塔。快，趁热喝。这姜汤我放了足足2块老姜，辣出汗，寒气就散了。昨晚要不是你们俩，李嫂子一家就交代在泥里了。婶儿，您这姜汤辣的能把阎王爷的感冒都治好。等天晴了，咱们还得把学校草场那片杂草给拔了。村长，后山又塌了。不是山，是猪。第一天回来，你们撞见的那窝小猪崽子，母猪产后虚弱没奶水，那12个小崽子现在冻得全趴窝了，连叫唤的力气都没了。这抖的跟得了帕金森的缝纫机似的，体温太低了，这炭盆放得太远，根本聚拢不了热气。我养了半辈子猪，这种受了寒又吃不上出奶的崽子，就是大罗神仙来了也救不活，只能听天由命了。不能听天由命，这是典型的低血糖休克并发失温。村长，大罗神仙管不了猪圈的事儿，但科学能管。科学？这时候你还要念书本儿？招娣，去村里小卖部把所有的葡萄糖粉或者红糖买过来，再借个注射器，没针头的那种。李叔，找一个干净的大号厚纸箱，越大越好。那我呢？我干啥？小猪骨头脆，您立刻进圈，把这12个崽子全都搂出来，动作要轻。这叫简易保温箱，白质不能提供恒定热源，纸箱聚热，小猪体温调节中枢没发育全，必须物理加温。哎呦，这灯泡烤着还真比母猪肚皮暖和。我把王大爷家过年剩的半罐土红糖全兑成了温水，红糖也行，能快速补充能量。村长，您帮忙掰开小猪的嘴，一定要稳，千万别呛着气管。这活只有您老手稳能干。来，我捏嘴，你打水，咱爷俩今天配合一把。活了，活了！小祖宗们缓过劲儿来了。耀祖啊，叔今天算是服了。这白纸灯加糖水，比我那烧了半辈子的炭盆管用10倍。书本上的东西，原来真能救命。村长，科学不挑地方，只要能救命就是好理论。但我这只是急救，真正要把这窝猪崽养大，还得靠您给母猪调理。我那书本上可没教怎么给母猪熬黄豆猪蹄汤，那个我拿手，交给我。都愣着干啥？下车干活！村长，大家，你们这是？大学生，你俩这细胳膊细腿的，搬2块砖都直喘气。咱们村的学校哪能让你们2个外乡娃自己修？真当咱村的爷们儿都是喘气的木头桩子啊！哎呦，看这手磨的，去，女娃娃去边上歇着，给你李叔他们递水就行。婶儿，我没事儿，我力气大着呢。乡亲们，感谢大家的支援。为了提高施工效率，请大家看一下这张甘德图。
我们将分为3个小组 ，A 组负责清理地基 ，B 组负责。耀祖啊，你那叫什么甘可图的，看着都让人觉得嗓子冒烟。修房子这种事儿，咱们村有自己的规矩。老李，你带3个瓦匠把那面墙重新砌起来，要用3砌墙的砌法，防震。得嘞。来，王麻子，你带2轻工好的上房顶，交给我。至于你嘛，耀祖，你去后院那个烂泥坑，跟大毛、二毛一起和水泥。记住，水和泥的比例要像你昨天给小柱冲糖水一样精准。耀祖啊，你这泥和的跟拉稀的牛粪似的，砌墙墙得倒。来，叔教你，铁锹得斜着切进去，从底往上翻，这叫泥鳅翻身，试试。好一招泥鳅翻身！李叔，您这受力分析绝对是符合流体力学的顶级操作。什么流体不流体，叔只知道不这么翻，晚上回家腰眼子疼。招娣这丫头干活是个实诚人，一点不像城里娇滴滴的大小姐。婶儿，我可是农村出来的，这叫狗肉上不得正席，但下地绝对是把好手。村长李叔，昨晚是我们帮了村里，今天大家全推了地里的活来帮我们，咱们这算不算两清了？放屁！什么两清？昨晚你们救了人，救了猪，那是你们心善。今天我们来修学校，是因为这学校是咱们村娃子们以后走出去的桥。就是，咱们这是拧成了一股绳。这叫什么来着？招弟儿，你白天说那个词儿叫啥？双向奔赴。对，双向奔赴。以后在这村里，你们有理论，咱们有膀子力气，合在一起就是铜墙铁壁。耀祖老师，招娣老师，学校修好了，是不是明天就要上课了？耀祖老师，招娣老师，学校修好了，是不是明天就要上课了？对，明天就开学。大毛，你得第一个来报到。上学要背书，比喂猪还累。我妈说了，识数就行。过2年我去城里工地搬砖。硬件是修好了，但咱们好像忽略了一个最致命的问题。这帮野猴子根本不想上学。招娣，这不符合常理啊！根据心理学效应，全新的环境应该会极大的激发学生的好奇心和求知欲。心理学，我看你现在是水仙不开花，装什么大头蒜？在这个村儿，你拿糖葫芦都未必能把那群皮猴子哄过来，还指望敲破铁管子？孔子曰：“有教无类。”可现在连个累的影子都没看见。走，山不救我，我来救山。去村部找外援。呼，喂喂！全村的老少爷们儿，竖起耳朵听好了。地里的草除完了，家里猪也喂饱了，赶紧把你们家那些满山乱窜的泥猴子都给我轰到学校去。耀祖和招娣2位老师已经升堂，不是，已经敲钟了。谁家娃娃今天敢逃学，年底合作社分猪肉，他家就只能分猪大肠。没用的，大毛、二毛他们几个天一亮就带着杆梁扎进后山河沟里了。现在这帮娃娃心野得很，都觉得自己认识钱就行了，谁愿意去背那些干巴巴的课文啊？这是典型的短视，
是教育资源的断层。李叔，他们在哪条河沟？就老槐树后面那条泥巴沟，这会儿估计正筑坝抓泥鳅呢。耀祖，拿上你的数学书，跟我走。今天就是赶鸭子上架，我也得把这群鸭子赶进教室。二毛，你去那边搬2块石头压住。柱子，你那泥巴和的太稀了，跟拉稀一样，怎么防水？你去那边搬2块石头压住。柱子，你那泥巴和的太稀了，跟拉稀一样，怎么防水？动作快点，咱这大坝要是修好了，里面的泥鳅全得归咱们。大毛哥，咱们真不去上学啊？村长喇叭里可是说了，不旷课扣猪肉的。怕啥？我昨天都打听好了，镇上工地搬砖，一天能挣200块。等我再长高2寸，我就去当包工头，一天挣他1000块，天天吃红烧肉。谁还稀罕村长那点猪大肠？大毛同学，你这种思想是非常危险的。行了，孔夫子，对付泥猴子不能念经。想当包工头是吧？一天赚1000块是吧？想当包工头是吧？一天赚1000块是吧？对，搬砖谁不会啊？只要力气大，老板就给钱。行，那咱们今天就来算算这笔搬砖的账。耀祖，报数据。假设工地搬砖计项工资为每块2毛钱，一天目标200块钱，需要搬1000块砖。听见没？1000块。大毛，就你这体格，一次最多报10块。你得在这条河沟和村口之间来回跑100趟。100趟就100趟，我跑得快。别急啊，包工头还没发话呢。工地上有规矩，搬碎一块砖不仅不给钱，还要倒扣5毛。你跑100趟，摔一跤碎了20块砖。耀祖，算。碎20块，原工资减去4块，还要扣10块，损失14块。中午你得吃饭吧？工地盒饭一份15块。老板看你是个小孩，欺负你不识数，发工资的时候故意把你的计件单从1000改成了800，告诉你手下这帮兄弟，今天你累死累活干了10个小时，最后兜里能揣几块钱？1000碎20，扣5毛，盒饭15，变成800。这老板怎么能坑人呢？为什么坑你？因为你是个连账都算不明白的文盲。你以为搬砖靠的是力气？错，在外面混，没有知识，你就是别人砧板上的一块肉。你出了10分的力，老板用一支笔就能抹掉你8分的钱。你连去哪里告状都不知道门朝哪开。你们觉得坐在教室里读书苦，那是因为你们还没吃过被人当傻子一样骗的苦。我和耀祖回来，不是为了逼你们受罪，是为了教你们一套防身术，一套能让你们以后去城里，哪怕真的去搬砖，也能把每一笔账都算得清清楚楚、明明白白，装进自己口袋里的防身术。你别跑了！抓个屁的泥鳅！明天被人抓去当免费苦力都不知道。老师，加减乘除难学吗？我半年能学会不？只要你想学，别说加减乘除，我教你怎么算整栋楼的建筑面积。都愣着干啥？上！洗脚！跟我去学校认字防骗去！招弟，你这招叫釜底抽薪加降维打击呀！用魔法打败魔法，不服不行。对付这帮小野狼，就得先打碎他们的幻想。不过别高兴得太早。老师，赶紧的，教我们怎么算包工头的账。好，今天我们的第一堂课从最基础的阿拉伯数字开始。
李老师，算账之前，我们先考考你，这虫子要是爬进你裤子里，你得跑多快才能把它甩出来？看来这防骗班的第一课还得先上一节生物大作战。大毛同学，学校是学习的神圣天堂，请你立刻把这个多足纲节肢动物请出去。李老师，这叫看门虫，是我们村的特产。您要是连它都怕，怎么教我们防骗啊？我看您这胆量，还没这虫子粗呢。行了，都把牙收一收，在校下巴该脱臼了。耀祖，去把粉笔捡起来。看你吓的，粉笔都替你跳了一支迪斯科。大毛，你既然把它请来了，那我问问你，这是什么虫？平时吃什么？有什么用？这就是菜青虫啊，吃白菜叶子的纯纯的害虫，抓来喂鸡的。没认错，确实是菜青虫，长大了叫菜粉蝶。大家平时只觉得它啃菜叶子可恶，但你们知道吗？大自然里没有白吃的饭，大自然里没有白吃的饭。它吃白菜是为了生存，但它拉出来的虫粪排到土里，经过土壤微生物的分解，可是上好的天然氮肥，就算它死了，也能变成滋养土地的养分。人家在田里好歹是个参与生态循环的临时工。再看看你们，坐在这教室里，板凳上像长了钉子一样扭来扭去，只会松螺丝。你们觉得自己现在的价值比得过这条给土地施肥的菜青虫吗？既然你们这么喜欢大自然，觉得坐在教室里认字像坐牢，那好，耀祖，合上课本。今天咱们不讲阿拉伯数字了啊？那讲什么？全班都有，去杂物间拿铁锹和锄头。今天咱们的课堂搬到后院的荒地里，我教你们怎么把大自然变成钱。咱们学校没钱，但有地。从今天起，这半亩地就是咱们的农业实践基地。上午学文化防骗，下午就来这儿种菜。种出的菜拿到镇上卖，钱全给你们换新本子和肉包子。大毛，你不是想当包工头吗？现在你就是这块地的项目经理，能不能带大家赚到第一桶金，看你的了。包在我身上，二毛柱子，给我上，把这地翻了！招弟，你把体力劳动包装成项目创业，这套说辞拿去忽悠天使投资人都够用了。因材施教，懂不懂？这帮孩子天生就是在这片土地上跑的，强按牛头不喝水。走，该咱们的技术指导上场了。大毛，停一下！这地现在不能直接播种 ，pH 值在5.5左右，偏酸，而且土壤板结严重，得先改良土壤。改良啥？以前俺爷爷在这后边种白菜，长得可好了。挖个坑，埋点土，数个1、2、3、4、5，不就完事儿了吗？哟，大学生老师，拿几张彩纸搁这给土地算命呢？哟，大学生老师，拿几张彩纸搁这给土地算命呢？王大爷，我在测土壤酸碱度呢。这块地偏酸，如果直接种小白菜，容易得根种病。我正打算想办法中和一下。大学生啊，种地看书不如看天，种地测纸不如拖拉机放屁响溜。我种了40年地，这土捏在手里一闻就知道它可不可。你拿张小纸条比划，这就跟旱地里划船一样，全是花架子。李老师，王爷爷可是咱们村的种菜冠军，要不咱们听大爷的，直接种吧。王大爷，您说的对，经验是几十个春夏秋冬熬出来的。书本上的东西确实不能死搬硬套。真要论种地，我得喊您一声师傅。哎，叔也不是挑你理，
只是心疼你们瞎折腾。但是王大爷，时代在变，土壤的成分也在变，要不这样，咱们打个商量，互相切磋一下。切磋啥？互相切磋一下。切磋啥？这块地咱们从中间一分为二，左边这半块完全按您的老经验来种，右边这半块按我的市址数据来种，品种都选一样的小白菜。1个月后，咱们比一比，看哪边的菜长得壮，没虫眼。好耶！老马是对战大学生，王爷爷，您敢不敢接招？老树给毛捋胡子，胆儿挺肥。我一个跟你爸打了一辈子交道的老头子，还能怕几张小纸条？接了，输了的怎么说？我要是输了，以后学校这半亩地您说了算，我给您打下手，除草拔虫。好，我要是输了，我家里那2亩菜地，以后播种前，全请你来用那小纸条给嬷嬷卖。契约成立。大毛带着大家划界线。今天下午，咱们就来一场科技与传统的友谊赛。咱们的白菜叶子比王爷爷那边宽了足足3公分，长得跟吃了发酵粉的白面馒头似的，咱们赢定了！这叫土壤酸碱度中和与碳氮比堆肥的双重威力，根系吸收养分毫无阻力，长得自然快。别高兴得太早，别高兴得太早。你看看菜叶子上面，害虫密度突破了经济受害允许水平，而且蒸腾作用大于根基吸水速度，出现了生理性缺水。说人话。白菜渴得快冒烟了，而且正被虫子当自助餐吃。昨天还没有呢，这些虫子是属孙悟空的吗？怎么一下蹦出来这么多？李老师，快拿你那个花花绿绿的小纸条测一下，看怎么把它们弄死啊！试纸只能测酸碱度，治不了虫啊。这属于田间突发性虫害和极端气候叠加，实验室里的数据没教这个。王大爷，我的白菜好像要扛不住了。王大爷，我的白菜好像要扛不住了。大学生，种地就像养娃娃，你给娃娃吃的太好，长得白白胖胖，叶子嫩的一掐一包水，虫子不吃它吃谁？这叫树大招风，菜嫩招虫。王爷爷，您的白菜怎么不长虫？您给它们喷除虫剂了？瞎说，咱这是自己吃的菜，打什么除虫剂？这是灶坑里的草木灰，我今儿早上趁着露水刚撒上去的。草木灰呛鼻，虫子沾上就浑身难受，根本下不去嘴。而且这灰盖在叶子上，就像给白菜撑了把遮阳伞，水分跑得慢。再看这沟，这叫深沟高垄。秋老虎一发威，平地里的水全被烤干了。但我这沟深，前几天的雨水全藏在沟底土里呢，根扎的深，自然可不着。你那堤平的像案板，水分全蒸发了。原来如此，原来如此。草木灰的主要成分是碳酸钾，呈碱性。菜青虫的条皮最怕碱性物质腐蚀，这是一种天然的触杀剂，而且灰烬的孔隙率高，具有极强的物理泛光和隔热作用。王大爷，您不懂化学，但您把应用农学玩到了极致啊！这深沟高廊更是微地形水土保存的经典案例。我服了，这场比赛我输了。哈哈，输啥输？你这书生认错的时候倒痛快。好家伙，这土软的像棉花被。我那2亩老地，一锄头下去能震得虎口发麻。你这地连锄头都不用，用手就能刨坑。王大爷，这是生石灰中和酸性加上碳氮比堆肥的结果，微生物把板结的土给嚼松了，白菜根系没有阻力，产量至少比传统种法高出30%。
耀祖啊，叔今天算是开眼了。我这草木灰能保白菜不死，但你这科学堆肥能让白菜长成大胖小子。我种了一辈子地，只知道跟天抢水，跟虫抢叶子，就没想过给这泥巴地治病。既然各有千秋，那这场比赛的结果就很明显了，平局。平局？那谁给谁干活啊？大毛，如果你把这2样本事合在一起呢？用李老师的堆肥把地养肥，让菜长得大，再用王爷爷的深沟和草木灰防旱防虫，那长出来的就是又大又水灵，还没虫眼的极品白菜。哇！那拿到镇上，1斤能多卖5毛钱。招娣老师说的对，这叫啥来着？土洋结合。耀祖，明天一早带上你那几张花花绿绿的小纸条，去我那2亩菜地里给泥巴摸摸脉，缺啥酸啥的，你说了算。没问题，王大爷，作为交换，您得教我怎么用锄头开出那直挺挺的深沟。我这准头不行，刨出来的沟像长虫爬。包在叔身上。二毛、柱子，都别愣着了，去王爷爷家的灶坑里掏灰去，赶紧给咱们的大白菜掏灰衣。穿上防弹衣。科学提供上限，经验守住下限。招弟，咱们这堂农业课算是彻底讲活了。赶紧去拎水，你的白菜还渴着呢。今天干不完，晚饭只有开水煮白菜。都坐稳了，咱们今天进城，让镇上的人也尝尝咱们村土洋结合的高科技白菜。哟，老伙计，这菜看着还行，就是水分太大，压秤啊。怎么卖的？不贵，批发价8毛1斤，这可是没打过农药的生态菜。行，8毛就8毛，过吧。连筐一共165斤，这竹筐一个少说得有3斤重，6个长的筐18斤，165减18剩147斤。今天白菜行情一般，水分大，我得去个损耗，算你140斤，140乘以0.8，一共是112块钱。老规矩，零头2块钱抹了，给你110块。等一下。老板叔叔，您这账算的跟麻袋里装钉子一样，全想往外钻啊！您这账算的跟麻袋里装钉子一样，全想往外钻啊！哟，小泥猴子，你还会算账呢？第一，咱们村李爷爷编的这种竹筐是单层保卫条，我昨天刚称过，一个顶多1斤半，6个筐只有9斤。165减9应该是156斤。那行，就算156斤。那水分损耗？第二，我们这菜早上刚从地里拔下来，没喷水，没泡水，一路上连一片黄叶子都没掉。凭什么扣我们16斤的损耗？1斤都不能扣，一共是124块8毛钱。老板叔叔，看您长得这么富态，8毛钱的零头我们给您抹了，差了足足14块钱。这14块钱够我们买28个田字格大本子了，您该付我们124块。好小子，你这脑瓜子比我这破计算器还好使。行，
输服了。连那8毛钱都不抹了，124块8，1分不少，拿好。耀祖啊，招娣老师那堂防骗课，算是把这帮小子的任督二脉给打通了。这就叫知识变现。怎么了，项目经理？发工资了还不高兴？这2块钱想买辣条？招娣老师，我想给我妈打个电话，我想告诉她，我今天不仅种出大白菜卖了钱，我还算对了一道大题，没让人骗我们。去吧，电话费老师给你出，这2块钱你自己留着。怎么了？没人接？接了，工地上太吵，我妈听不见我说话，我也听不清她说话，电话里全是滋啦滋啦的杂音。我妈说她忙，就挂了。李老师，你之前说科学能解决很多问题，那科学能让我每天都清楚地听到我妈的声音吗？能让我像电视里那样，在村子里就能跟她面对面说话吗？大毛，老师答应你，科学不仅能教你算账种地，还能把大山外面的世界拉到你面前。真的，不骗人。拉钩，骗人是小狗。大科学家，牛皮吹出去了，准备怎么收场？咱们村那信号连个短信都发不出去，你还想视频连线？这叫基础设施建设缺失。咱们既然是来建设家乡的，光修学校怎么够？你想干嘛？我想让咱们村的这群泥猴子，天天都能在屏幕里看见他们的爹妈。行，那这回给你当工程师。招娣，招娣，看一眼屏幕，有格了吗？一格，闪了一下，又没了。记下来，老槐树往东3米，信号盲区。去李叔的鸡棚那边试试。我说2位大学生，你们这是在练少林棍法，还是打算拿竹竿把天上的飞碟捅下来，加个菜啊？王大爷，我们在搞地形与信号强度映射图，也就是找咱们村哪里没网。我们要向县工信局和铁塔公司申请建基站。大毛想妈妈了，电话都打不通，这怎么行？要想富，先通路；要想村里能带货，必须天上盖个网。军长，全村320户的联名签字，加上50个信号盲区的坐标定位，还有符合国家信号升格政策的详细论证，材料齐了。好家伙，这字儿印的跟书上一样规整。这要是递到镇上，人家一看咱这泥巴村还有这水平，还不立刻盖大红章？村长，昨天我们就把电子版发给镇长和县工信局了，他们看了非常重视，说咱们前期调研做的扎实。今天下午通信公司就派人来实地勘测选址。李老师，
这地方海拔最高，视野开阔，没有遮挡，覆盖全村没问题。基站铁塔就立在这儿了。谁敢动这块地，我跟他拼了！李叔，您这是干嘛？勘测员同志是来帮咱们建信号塔的，建好了，您在山上都能刷视频。耀祖，我看你是读书读傻了。旁边就是我的养鸡场。李叔，铁塔占地面积不大，就算占了您2分地，村里和铁塔公司也会给您补偿金的，绝对不让您吃亏。这不是钱的事儿。招娣老师，我昨天去镇上赶集，可是听人说了，那个信号塔它往外冒辐射。大爷，是有辐射，但是听见没？他承认了，那辐射就是毒气。电视上都演了，辐射能把人照成怪物。这铁塔一立，我那500只母鸡受了辐射，下出来的蛋全成熟鸡蛋了。那辐射就是毒气。电视上都演了，辐射能把人照成怪物。这铁塔一立，我那500只母鸡受了辐射，下出来的蛋全成熟鸡蛋了。我的老母猪还得大把大把的掉毛。耀祖啊，叔平时看你是个明白人，你看你天天抱着电脑和手机这种带辐射的东西。你看看你的发际线，这才多大年纪，大脑门都快反光了。这要是建个大铁塔，咱们全村还不都得变成秃子？乡亲们，你们这是封建迷信。我们的基站辐射值远低于国家标准，比你们在太阳底下晒1天的辐射还要小。别阻碍施工，不然我们去别的村建了。技术员同志，您别生气，乡亲们不是针对您。他们是不了解，您先休息一下，交给我们。如果这东西真的能把鸡蛋煮熟，能让人掉头发，那我黎耀祖就算拼了命，也绝对不允许它建在咱们村里。我回来是带大家过好日子的，不是来害大家的，对不对？那你还让他们建？李叔，镇上赶集听来的闲话，能比得上咱村长手里的大喇叭准吗？你们担心母鸡不下蛋，我们理解，但这事儿咱们不能光听别人瞎传，得把理辩明白。吵吵啥？李老二，哼，王麻子，别瞎传那些没影的事儿，放下手里的家伙。像什么样子？村长，这塔不能建，建了母鸡要绝育的。基站建不建，咱们不搞强买强卖。今天晚上8点，村小学操场，咱们开个全村科普大会。我们把技术员同志请来，当面给大家把这辐射到底是啥解释清楚。如果有任何一个人觉得这东西有害，这塔咱们就不建。行，晚上开会。耀祖，要是你今晚不能证明我的母鸡安全，这地你1寸也别想动。耀祖，招弟，这都8点了，你们要唱什么大戏？赶紧的，我还得回去给我那几百只母鸡盖被子防辐射呢。好嘞，各位叔伯婶子，今天咱们不上戏，咱们来变个魔术。各位叔伯婶子，今天咱们不上戏，咱们来变个魔术。
李叔，您上前来，把手凑到这灯泡跟前，离个1寸远。您试试啥感觉？烫啊！这还不把猪皮燎起泡来？好，那您现在退后3米，再试试这灯光烫不烫？不烫了，这离远了连个热乎气儿都没有，就剩个凉了。对喽，这就叫距离衰减。大家听好了，光也是一种电磁辐射，基站的辐射跟这灯泡的光是一个道理，甚至它的能量比光还要弱得多。它是非电离辐射，打不透咱们的皮肤。咱们的基站铁塔建在30米的高空，等那点微弱的信号像灯光一样照到您家鸡棚的时候，它的热量还不如天上挂着的那半个月亮大。您见过谁家的老母鸡被月亮晒出毛病的？那也不对呀、电视上说辐射掉头发，你看看你那脑门亮得快跟灯泡抢生意了。王大爷，您可算说到点子上了。我这头发是怎么掉的？那是我大学4年天天熬夜写论文给生生揪掉的。这叫知识的代价。我要是真怕辐射，我今天能站在这儿还死皮赖脸的非要给村里建塔吗？要是建个塔能让人掉头发，那城里那些天天守着基站的人还不全变成了清朝阿哥？物理课上完了，现在咱们来上一堂算术课。李叔，这是我刚从您家买的土鸡蛋，您平时挑到镇上去卖多少钱一斤？咱们这都是跑山的走地鸡，吃虫子的，镇上给5毛一个，这已经是高价了。5毛？李叔，您这叫捧着金饭碗要饭。咱们村山清水秀，鸡是满山跑的战斗机，但因为没网，外面的人看不见。如果基站建起来了，有了网，我在您鸡棚旁边架个手机，开着直播，让城里人亲眼看着您的鸡在树上飞，在草里刨虫子吃。这种纯生态的跑步机土鸡蛋，在网上一个能卖到2块钱，而且人家自己出邮费。2块一个？不仅是卖鸡蛋，大毛2毛想妈妈了，一个视频打过去，能清清楚楚看见亲娘的脸。李奶奶要是半夜高血压犯了，拨个120，救护车能顺着定位直接开到门口。乡亲们，建这个塔没人给我们发1分钱奖金，我们磨破嘴皮子把铁塔公司请来，是为了让咱们村的娃娃不掉队，是为了让大伙儿兜里的钱袋子鼓起来。大学生，叔今天算是把这张老脸丢尽了。白天我拿着扫把赶你们，我那叫狗咬吕洞宾，不识好人心。李叔，您别这么说，防备是人之常情。明天就动土，我的鸡棚旁边，你想占多少地就占多少地，哪怕把我那2间破瓦房拆了，给你们放设备都行，只要能通网，我老李天天给施工队炖老母鸡汤。对，建。我们家那2亩白菜地也能上网卖，对不对？太好了，我有网看我妈了。李老师、赵地老师，我看测这么多年，第一次见玄村人这么痛快答应的。明天我们就进场施工。干得漂亮啊，李大光头！为了全村的网速，你可是连长相都牺牲了。这叫将计就计。不过，网虽然通了，但这满山的土鸡蛋和白菜怎么卖出去，可就是咱们下一步要啃的硬骨头了。基站建好了，网也通了，但咱们不能各卖各的。李叔今天卖5毛，王大爷明天降到4毛，这叫自家人砸自家锅。对，一根红薯容易被獾猪啃了，一地的红薯就能把獾猪撑死。我们要成立老槐树农产品合作社，统一包装，统一发货，全村的农产品拧成一股绳，打咱们村自己的招牌。我看行，大学生脑子活，大伙跟着干，准没错。这合作社的头一炮，咱们怎么打？交给我。今晚8点，老槐树合作社官方直播间正式开播。我连解说词都写了整整10页纸，保证把咱们的菜说的比人参还金贵。各位网友晚上好，现在我手里拿的这棵十字花科云菜谷植物，它采用了生石灰调节 pH 值与碳氮比科学堆肥技术，其叶片内部富含丰富的膳食纤维、维生素 C 以及多种微量元素，游离氨基酸含量极高。辽耀祖，你是在给这棵白菜做法医鉴定吗？怎么了？我这数据严谨实时，难道不够吸引人吗？现在在线人数多少了？3个人，一个是村长在外面用大喇叭试音的号，一个是我为了给你捧场的号，还有一个估计是睡觉不小心把手机压在屁股底下的盲人朋友。你这直播简直是给熊瞎子唱摇篮晕，催眠效果一流。那怎么办？
我这可是花了3个晚上写的稿子。纸上谈兵，死路一条。观众想看的是农村，不是实验室。明天一早跟我去李叔的养鸡场，咱们现场直播。家人们，来看看咱们老槐树村真正的运动健将。李叔，给大家伙儿看看您这鸡每天的运动量。啊，看啥？我这鸡不吃饲料的，全在满山抓虫子吃，野得很。哎呦！哎呀，大爷没事吧？这鸡蛋卖不卖？卖，怎么不卖？大家看这蛋壳的色泽透亮，这是咱们村长辈们一颗颗从草窝里摸出来的，不搞虚高价格，比超市的饲料蛋贵一点，但绝对物超所值。今天咱们第1天开张，限量50单，试个水。50单抢空了，还有人旺大爷的白菜怎么卖？这不符合传播学规律啊！我那10页纸的论文输给了一只脾气暴躁的公鸡。在泥巴地里，接地气就是最大的规律。赶紧的，让大毛去叫人，咱们得打包发货了。不行啊，招娣，这纸箱受潮太容易软了，而且里面空隙太大，鸡蛋寄到城里，估计全得变成鸡蛋液。这要是出去了，咱们合作社刚建立的口碑就全砸了。物流公司的防震气泡膜太贵了，要是加上那个成本，咱们这趟不仅白干，还得倒贴运费。哎呦，大学生，你拿笔杆子行，干这精细活，你们手脚比那没给那小猫崽子还笨。起开！婶儿，这可是要发快递的，不能随便装。谁说要随便装了？耀祖啊，防震防摔，咱们老祖宗几百年前就有法子了。你听听，有一点响声没？你听听，有一点响声没？这松针又软又防潮，竹篮子透气。别说快递车颠簸，就是你把它从这讲台上扔下去，里面的蛋也破不了一个。大白菜也不能直接闷在纸箱里，会捂烂的，得用报纸单颗包好，根部留点泥，能多保鲜2、3天呢。王大爷的竹编工艺，李婶的松针避震法，这不仅是包装，这简直是一件原生态的艺术品。城里人收到这样的包裹，绝对有开盲盒的惊喜感。各位婶子大爷，刚才我算了一笔账，刨去买胶带、竹篾的成本，还有以后咱们交的一点点运费，咱们今天这批货卖出去，比以前大家挑到镇上卖给2道坊实打实的多赚了30%。而且今天凡是参与编竹篮打包的婶子和大爷，合作社从公账里给大家算工钱，按件计费，多劳多得。啥？咱们在家门口糊个篓子装个鸡蛋也能挣钱了？我这半截身子入土的老头子编几个破竹筐，还能成产业工人了。对，合作社就是大家的，网线把咱们连到了大城市，以后订单会越来越多，包装、品控、发货全指望咱们村支娘子军和老将赢了。好日子有盼头了。虽然咱们这草台班子跌跌撞撞，但总算是把村里的货走出去了第一步。货是出去了，但如果订单变成500单、5000单呢？这破泥巴路，大车根本进不来。物流的最后1公里要是打不通，咱们的竹篮子编得再好看，也能捂在村里发霉。进不去，真进不去。大爷，你们村这路坑比洗脸盆都大，我这车要是开进去，减震器得当场给我磕头。小师傅，你就通融一下，往里开2里地就行。咱们合作社现在的单子涨到每天150多单了，光靠我们几个老骨头拿板车推，这腿肚子都在转筋呢。大爷，不是我不帮忙，这路颠的，蚯蚓路过都得拄着拐杖。你们这筐里装的可是鸡蛋，哐哐哐，我开进去走一圈，鸡蛋黄都能直接给你们摇成鸡蛋液。师傅，您说的对，安全第一。今天这货还是我们推出来，您放心。
这搓衣板路，他活不过这个月了。小伙子口气挺大，修这几里路，那可得小10几万呢。老槐树合作社成立快1个月了，咱们不吹牛，不画大饼，今天先给大家报报账。这1个月，咱们稳扎稳打，每天平均出单150件，去皮、去纸箱、去物流费，咱们的净利润比以前挑到集市上卖，结结实实高出了3成。先别急着笑，按照咱们合作社成立时的规矩，这笔钱70%按劳分配发给大家，剩下的3成归入村集体的公益金。这笔公益金怎么花？大毛、二毛他们上课的教室冬天还漏风，这笔钱第一步给学校装上玻璃窗，买新的黑板，以后只要合作社赚钱，村里谁家有困难，娃娃上学缺学费，咱们集体兜底，绝不让一个人掉队。好，这才是长久过日子的法子。咱们老祖宗说的“众人拾柴火焰高”，今天算是见到真火了。但是路不通，物流车进不来，咱们的货再好，也只能憋在山里。修路，刻不容缓；修路，刻不容缓。招弟啊，修路是好事儿，可这挖土机、水泥、石子，那都是真金白银呀。咱们这刚攒下的点公益金扔进去，连个响都不见。李叔，钱的事儿国家来管。这半个月，我不光在发货，我把咱们出村这3里路的坡度、坑洼密度、地质情况全用皮尺量了一遍。这是我刚写完的老槐树村级公路硬化及物流节点改造申请书。国家现在大力扶持村村通和农业物流干线，只要咱们把数据做扎实，道理讲清楚，县交通局和财政局就能给咱们批料批钱，这就叫政策红利。大学生这笔杆子就是厉害，政府真能给咱们出钱修路？能。但我昨天去镇政府跑了一趟，镇长说了，现在申请项目的村子很多，政府可以出水泥、出石子、出技术员，但工程队的费用是一笔大开销。咱们要想最快把项目批下来，就得拿出咱们村的诚意。政策明文规定，支持村里投工投劳。说白了，政府出料，咱们出汗。乡亲们，为了咱们的鸡蛋不碎，为了白菜不烂，这几里地的石头咱们自己扛，行不行？这有啥不行的？咱们村的人穷过、饿过，就是没懒过。只要政府给砖，我老太婆就算用牙咬，也把这路铺平了。算我一个。我家那几百只鸡还得上网当明星呢，不就是铺石子吗？我这200斤的力气免费捐给村里。算我一个，我也去。王麻子，你那块钻石头填的不实，空气太大，压路机一过就得裂。李老二，把水管子拉过来，这水泥和的太干了，都给我打起12分的精神。这可是国家给咱们的铁饭碗路，谁敢偷工减料，我第一个不答应。技术员同志说，咱们村的进度啊，比专业的施工队还要快1倍。那当然，别人修路是为了挣工资，咱们修路那是在给自己的饭碗镀金。好家伙，你们这村子是会变魔术吗？半个月没来，这破搓衣板路硬是让你们给铺成飞机场了。小师傅咋样？这回这路还硌不硌你那减震器了？大爷，我服了，就冲你们村这股子拼劲儿，以后你们老槐树合作社的货，我天天准点开到村头来拉，一件都不带给你们落下的。耀祖，路是通了，但麻烦又来了。咱们的白菜现在是靠天保鲜，鸡蛋是靠手挑，马上到了旺季，咱们的产能和设备好像扛不住了。看来咱们得进城去一趟化缘了。耀祖，这秋老虎的尾巴太毒了，咱们现在的单量1天200多，白菜全靠洒井水降温，鸡蛋全靠人工摸大小。这要是遇上个阴雨天退货，咱们这就叫竹篮打水，空欢喜一场。产能跟不上，必须上设备。我们需要一个10立方米的小型拼装冷库，外加一台小型的农产品重量分级机。大学生，
那洋玩意儿得多少钱？咱们那点刚捂热乎的公益金，全投进去也不够听个响的呀。村长，这叫扩大生产，这钱咱们不硬扛，与其在家干瞪眼，不如去镇上抱政策的大腿。刘主任，是我们老槐树合作社这1个月的运营报告。哟，这账目做的比镇上那些大厂的财务报表还利索。不仅是账目，这里有我们大白菜的无农药残留检测报告，有测土配方施肥的数据记录，还有我们利用竹篾和松针自创的零污染环保包装设计图。目前我们村已经带动了20多名留守老人和妇女实现了计件就业。刘主任，咱们村的农产品品质过硬，现在卡脖子的是冷链和分拣。我们查过最新的惠农政策，针对规范运营的村集体合作社，有冷链物流节点建设补贴。我们不需要政府全掏，只要能申请到设备补贴名额，剩下的差价我们合作社自己出。好，咱们镇上现在最缺的就是你们这种干实事、有数据的带头人。别人来申请补贴都是哭穷，你们倒好，直接把成绩单拍我脸上了。这字签了，我下午就去县里给你们跑审批。行，这白菜长得比我都水灵。只要你们的冷库能保证损耗率低于3%，以后我们超市的精品蔬菜柜台给老槐树村留个专区。大姐，爽快！这就叫大葱蘸大酱，越嚼越有味儿。咱们以后的合作长着呢。乡亲们，好消息，咱们合作社的冷库审批下来了，国家惠农补贴出了1大半，咱们合作社的公益金出了30%，那还差了一点安装费呢。安装费咱们不掏了，安装图纸我连夜背下来了。咱们老规矩，政府给设备，咱们自己出人工，把冷库板房给它拼起来。制冷机组的接线调试，我们特意请了镇上的电工师傅来把关。好嘞！哎呦喂，这铁疙瘩比我这双老眼可毒多了，这下打包的速度能翻1倍。有了这大冰罐，白菜放进去就跟睡了美容觉一样，再也不怕秋老虎了。路通了，网通了，设备也有了，合作社的这台机器算是彻底自己转起来了。是啊，乡亲们的钱袋子保住了，但是咱们是不是忘了点什么？老师，我今天看了冷库的图纸，我想算算里面到底能装多少筐白菜。可是加减乘除我全用上了，就是算不对。大毛哥说要长加长再加高，我说不对，应该全乘起来。到底怎么算啊？包工头要是连个仓库大小都算不明白，以后不得被人笑话死？这叫体积计算，光靠加减乘除可不够，得用到空间几何的概念。空间几之额，难学吗？难不难学？明天坐进教室里就知道了。合作社有村长爷爷他们管着了，从明天起，我和李老师的全副精力全放在你们这群泥猴子身上，咱们的防骗课升级了。不仅要防骗，还要让你们以后能自己画出冷空的图纸，能算出基站的信号覆盖率。好耶！我要学算那个什么几之额，明天一早我就去霸占第1排的座位。同学们，大毛昨天问我，这冷库到底能装多少筐大白菜？今天咱们的数学课就在这儿上。李老师，长宽高我知道，那到底怎么算白菜筐啊？难不成我们把筐子全塞进去数一遍？那还不把人累趴下？问得好，这就叫笨办法。咱们要用科学。在数学里，这叫长方体的体积，公式就是长乘以宽，再乘以高。
咱们这冷库一共是12个立方米。老师，那白菜筐呢？柱子量，0.5乘0.4乘0.5等于0.1立方米，这就是一个白菜筐占的地方。一个竹筐等于0.1立方米。现在谁能告诉我，这12立方米的冷库里最多能塞下多少个0.1立方米的白菜筐？120筐，12除以0.1是120个筐。李老师，这冷库最多能装120筐大白菜。哇！耀祖啊，出事了！镇上那个超市刚才打电话说今天搞特价活动，临时给咱们加了单，一共要订200筐白菜。李婶他们正拼命打包呢，让咱们全塞进冷库里保鲜，下午来拉货。村长爷爷，不能接200筐。大毛，你这孩子瞎掺和啥？那是钱啊！这不是钱的事儿。村长爷爷，您看，这冷库的体积是12立方米，一个筐0.1立方米，最多只能装120筐，剩下那80筐根本塞不进去。今天外头这大太阳毒得很，那80筐要是放在外面等一下午，叶子全得蔫巴了。到时候超市嫌咱们的菜不新鲜，退货，咱们合作社的招牌可就砸了。哎呀，我的亲娘四舅奶奶，大毛说的对啊，我刚才光顾着高兴了，根本没算这铁皮屋子到底能吃下多少货。好家伙，大毛这小子，刚才那小嘴巴巴的，比镇上供销社的算账先生还要明白，绝了！这才是真本事啊！是。以前我觉得娃娃们念书就是学几个字，不当睁眼瞎就行。今天一看，这读书那是能直接帮咱们避开大坑，护住钱袋子啊！给我坐下！以前是爹糊涂，不知道读书真能管大用。从今天起，你要是敢逃耀主老师的算术课，我就拿这扫把疙瘩给你松骨。大毛连冷库能装多少菜都能算清楚，你连10个鸡蛋都数不明白，以后长大了还不被人骗得吃大亏。对，上学去，我也去把我家那个小兔崽子拎过来。各位，合作社上个月的利润公益金已经提出来了，路也修了，冷库也建了，现在这笔钱我们要花在刀刃上。招娣老师，你说怎么花，咱们听你的。我宣布，咱们老槐树合作社正式设立产业奖学金。奖学金听过，这产业奖学金是个啥名堂？就是不光看考试卷子上的分数，只要村里的娃娃能用数学算出合作社的账，能用科学原理帮咱们的白菜除虫，能帮李叔家的养鸡场写出好看的宣传标语，吸引城里人买鸡蛋。只要知识能用到地里，能帮村里解决实际问题，合作社每个月就给他发奖学金，发新书包，发大红花。这个好，这个好，这叫把书本学活了，就该这么干。还不止这些，药组已经跟征集站对接好了，下周2，农技站的赵专家会亲自带检测仪器来咱们村。赵专家不仅来给咱们的白菜田做微量元素检测，他还会给大毛这群孩子们上一堂真正的田间化学课，教他们怎么用 pH 试纸，怎么配比天然杀虫剂。以后咱们村的娃娃就是咱们合作社最硬核的技术员储备军。泥土里长出来的不仅是白菜，还有希望。是啊，只要方向对，哪怕是铁树，咱们也能给它浇开花。不过天气预报说今年可能有罕见的连阴雨，咱们的冷库和路马上要迎来第一次真正的实战大考了。这云黑的，简直像张飞掉进墨汁缸里洗了个澡。
不能等了。强对流天气，2个小时后预计有大暴雨，并且会伴随连续3天的强降水。咱们刚铺的石子路路基还没彻底沉降，田里还有1/3的白菜没收。田里的白菜如果被暴雨连泡3天，绝对会全军覆没，得烂根病。大自然发脾气，咱们不能干瞪眼儿。耀祖，你说怎么干？今天全村的膀子力气都听你调遣。往下挖2尺深，多1寸少1寸都不行，这叫科学排水。动土！哎呦！都别拔根，用刀割，根稳，留在土里能固水。捡大个的收，挑好的拿。下雨天打孩子，闲着也是闲着。咱们今天就是跟老天爷抢饭碗。招娣，水太急了，沙袋容易滑。拿木桩打住，把沙袋钉死在泥里。李婶儿，扶我了哈。118、119、120，停！满了，绝对不能再装了！再装，空气不流通，里面的菜全得烂。大毛，这还有2筐没地儿放呢，淋雨不就坏了？李老师教过，体积是死规矩，坏2筐总比坏120筐强。这2筐拿去村委办公室，今晚咱们全村吃大白菜炖粉条。这雨下的真邪乎，要是搁在以前，咱们这就叫瞎子过河全靠瞎摸，田里的菜估计连根毛都不剩了。今天算是长见识了，耀祖画的那几条线比老天爷还管用，水全乖乖顺着沟跑了。今天保住咱们合作社底子的，不是我画的线，是你们手里的铁锹和肩膀上的沙袋。图纸再好，没有大伙齐心协力流汗，那也是一张废纸。对，这叫单丝不成线，独木不成林。咱们老槐树村今天结下的这个硬债，连龙王爷都冲不垮。这路居然没塌！老李，我这一路开过来，隔壁几个村的土路全冲成了烂河沟，你们这怎么跟没事人一样？赵局长，您这是来给我们送温暖了。放心，咱们村的路是全村老少爷们用木桩子和沙袋死死钉在泥里。好家伙，你们连冷库都建起来了！田里呢？走，带我去地里看看。这颗白菜坏了1/4，剩下3/4是好的。如果我们一共捡了10颗坏了1/4的白菜，那猪今天能吃几分之几？10不对，是10/4。妙啊！这沟顺着等高线开挖，巧妙避开了引水面的直冲。这哪是种地，这简直是在给黄土地绣花啊！这是哪个水利专家给你们指的道？这是哪个水利专家给你们指的道？哪有什么水利专家，就是咱们村这2位回乡的大学生。好小伙子，有见识，正愁县里找不到抗灾的先进典型呢。耀祖、赵弟，你们俩这次立了大功。局长，纸上画条线，
连3岁小孩都会。可要在暴雨里顶着风把2尺深的沟挖出来，把几百斤的沙袋垒起来，那得靠肩膀上的血肉。我们在办公室看云图，乡亲们在泥巴地里流血流汗，大毛这群孩子在雨停后帮着清点损耗，连一片好叶子都没让糟蹋。这是全村人结的硬债。你要是把这奖状只扒给我们俩，这不仅是打我们的脸，更是寒了全村人的心。好一个双向奔赴！是我格局小了。既然你们不争个人荣誉，那我就给你们一个集体的金字招牌。从今天起，老槐树村就是咱们全县的乡村振兴防汛减灾示范村。